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男人中的男人》，工业中的翘楚，你的玩物丧志好朋友超认真少年的频道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工业的机制。你如果镜头前看不仔细的话，我们再让这个蔡司80倍显微镜给大家看一下，是跟你想象不到的。你看这两个小齿轮之间，它现在都做到这么小，小到不到表的1/4，放大80倍，让你看看这个公差跟这个丝滑感。买机械表非常推荐大家买一个蔡司的显微镜，或者看有没有哪个表厂买表送显微镜，你就可以回去完全看到不一样的世界。什么叫做工业极致的系列呢？因为在人类工业革命的时候，我们发明出了非常多东西，有飞机，有快艇，有火车，有汽车，有摩托车，还有手表，包含到现在的电视萤幕、3C 产品，还有你在使用的 iPad。但每一个系列中都会有真正翘楚中的翘楚。如果今天你讲到手表，那手表中的极致系列，那就是陀飞轮。手表堪称是让时间视觉化的配件。如果没有手表，你是无法计算出时间的。你无法带着精准的时间在路上、身上随时拍照的。但为什么手机都已经出现了，有了3C 产品之后，大家还是喜欢戴手表呢？因为手表，它堪称是为一个社会地位之象征的装饰品。而到现在，虽然工业如此的进步，3C 产品如此的大量，大家对于机械表这个机械装置还是如此念念不忘。你看，所有在很贵的手表里面，基本上都是机械表，是吧？没有问题吧？没有问题，不会有那种什么3C 手表、数位的那种手表，都卖的价钱比机械表还贵吧？合理。黄金手表，黄金手表那也是黄金贵啊，但是黄金手表绝对没有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手表贵，它叫陀飞轮。只要手表挂上陀飞轮，基本上它的那个价钱就是往上。像现在你的3C 手表，可能顶多大不了3万块、5万块，或者是有一些比较什么那个纪念款的什么大马士革的，可能会到10万块。但是一般的石英表，或者是小朋友戴的玩具表，那基本上从几千块到几万块。不过今天如果它只要变到机械表的时候，基本上它都从几万块开始。机械表它到陀飞轮以上呢，那基本上就是一般机械表的5倍价钱以上，可能到100万，然后甚至到1000万，甚至到拍卖会场上就是动辄几亿的都有。那你们曾经有想过为什么陀飞轮会比较贵吗？比较准。现在哪一只手表不准？现在你 iPhone 拿出来，谁能比 iPhone 还准？直接卫星对时。但是你说的也没错，它当时也是为了比较准而产生的。其实陀飞轮大家都会想象中，它是一个在手表里面旋转的一个小圆盘。而你每次讲到陀飞轮的时候，你就会想到陈奕迅。陈奕迅唱过有一首歌叫《陀飞轮》，他其实那首歌里面意义非常深远。那你知道现在为什么的人要戴陀飞轮？他很多人的目的就是告诉你，我的时间比你的还贵。今天算你们大家在座的运气好啊！我手上就有几只陀飞轮，可以让大家看一下啊，陀飞轮到底长什么样子。有没有看到，在这个面盘中间在这个旋转的这个东西，这个就是陀飞轮，很酷吧？就是你在看手表的时候，你同时能够看到有一个极为精密的机械零件，然后在你的手中像一步一步的跳跃着。你看那个游丝啊，这个抛光的感觉。你就拿着一个人类机械文明在手上，你看另外一只，你们看到这个手表的心脏在你的手腕中这个跳跃的感觉，它里面的齿轮就如此精密的在转动着你的时间，所以这样就会比较准，比较贵。听你们两个这个回答就知道，你们两个完全不知道陀飞轮长什么样子。没看过，拿到。你要机械表，你要送我一只。这只不是陀飞轮，这只不是。然后在这个是陀飞轮，有看到差异吗？它是把机械表变成更小。还是他是为了卖更贵，所以要做这个？不是，看来你们两位没有搞懂什么是陀飞轮啊。看到，感觉出来你们的时间都没有很贵。陀飞轮比较贵，机械表也不便宜。但是陀飞轮是机械表里面的一种，但是机械表它不是陀飞轮，所以它是陀飞轮。刚刚另外一只不是陀飞轮，但是另外一只是机械表，它也是机械表。但是你多了陀飞轮之后，你的价格就会多5倍。可惜了，刚刚那个人手上戴的陀飞轮，你们两个完全不识货，就算送你们还会选错只。但是看完这集，你就会知道了，为什么陀飞轮会被大家称之为叫做机械表中的极致呢？它一定是有道理可循的，而不是突然有一天蹦出来有个系列叫陀飞轮。其实陀飞轮呢，它在最早之前它是有功能性的。以前呢，人类在还没有手表的时候就有怀表。因为怀表呢，它放在怀中，它是因为垂直摆放的，就因为你是垂直放着，所以你常会把你的那个重力呢压在你的那个擒重系统上面，所以就变成是你有些时间就会走得不准，有的时候就特别快，有的时候特别慢。所以呢，就有一个厉害的工业人士，在1795年的时候发明了出了陀飞轮，这个人就叫做宝鸡，亚伯拉罕·路易·宝鸡，对，就是那个宝鸡，现在已经250年的宝鸡。他呢就想出了一个机械概念，
你就把它想象成就是像是刘备他念了交大的机械系嘛，啊，机械系的运用，他把它运用在手表上，他就发明了一个这个装置这样子。他们觉得刘备应该好像不太可能可以干出这种事来。宝鸡这个人呢，他当时就提出了一个机械结构。如果今天呢，我把这整个擒纵的结构在一个圆形当中旋转，那它是不是就能够平均掉它的这个重力的问题？那是不是这个准度就能够变得更精准，对不对？因为那个机械感，机械也是要创意的。像我们做这一行，就是你要有很多创意的想法，才能够改变这个原本的很多工业系统。而在这个表面当中一直在持续旋转的这个漩涡呢，它就称之为陀飞轮，英文称之叫 Tourbillon。翻译到不同国家嘛，翻译到台湾就变陀飞轮，翻译到陈奕迅那边陀飞轮，陀飞轮啊，裸谁真的陀飞轮啊。所以记住我刚刚讲的概念再看一次这个游丝，这个擒纵系统，这个感觉好，看好了，记住了。来换下一个，请问哪一只是陀飞轮？这一只是陀飞轮。我刚刚讲说他想出了什么样的装置，我们回到工业历史里面，他想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装置？漩涡。这个漩涡装置里面是什么东西在漩涡呢？它的擒纵系统，它的擒纵系统在一个中心里面同时一起旋转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们看到这个擒纵叉，它是跟着这个整个系统一起旋转，然后一起这边哒哒哒哒哒哒哒。但是你一般的机械表，如果不是陀飞轮的时候，你的擒纵叉它是固定在一样的位置上，不太一样。好，那说到底，那为什么陀飞轮被称为手表之中的工业之极致呢？因为它以前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？更准。为了更准嘛。现在哪一只机械表不准？你现在劳力士不用陀飞轮，你看它准得跟鬼一样，它为什么还要这么贵呢？它为什么还要如此成为工业之手表极致？其实它就是为了展现它的工艺而已，没有错。很帅。当年是为了功能性的问题，没有错啊。现在这个功能性的问题，大家普遍都已经解决了，所以它只是为了炫技，就有点像现在这个年代，你做武士刀，以前武士刀是拿来干嘛的？拿来打仗的，拿来砍人的嘛。现在你杀人还需要武士刀吗？然后或者是像是壁炉，你看。这个年代，你家里还装壁炉吗？你家没有电热毯吗？你家没有钱买电暖炉吗？有嘛？但是为什么你要装壁炉？帅啊！真的放个壁炉在那边烤火，绝对比打开 YouTube 打开那个烤火频道看起来要爽啊！只要你的手腕够粗，经济能力到那个位置的时候，你要展现的是什么？就不是功能性的问题是情怀，是感觉，是气氛。但是你认真想想看依照我们现在曾经拍过这么多的工具机，我们到世界各地拍过了这么多日本大型、中型、小型、极小型的 CNC 跟加工，难道我们现在的能力做不出这么样小型的机械零件吗？甚至做不到那些工艺当中的抛光程度吗？你知道抛光有分两种，一种叫做视觉性抛光，一种叫功能性抛光。有些抛光是为了功能，有些抛光是为了看起来好看啊。这个有机会我们以后再讲。很多东西不是因为做不出来，只是刚刚好被垄断了而已。全世界能够做出陀飞轮，能够做出左耀机芯的，也就这几家。当我们今天在一个经济学上，大家垄断了这东西，这个东西只有我在做的时候，我能够卖贵，我为什么要卖便宜呢？如果我拥有一个这么长的文化历史故事跟底蕴，能够做出这些东西的，也就是我们这几家而已。那我们为什么要自己互相厮杀？我们何不自己好好互相合作，把这个价钱定得好，让大家可以每天工作1小时，薪水领3个月，赚饱饱。这个时候就有人说搞不坏了台湾人，台湾人很调皮。没有啦，开玩笑。应该是说这个陀飞轮这样看起来，帅不帅？帅，很帅嘛，这个东西在你手上转嘛。但是你一听到那个价格，这一个东西都要几百万，你突然就觉得没关系，我不帅没关系，而是怎么样用一个合理的价格，然后大家都可以享受到这个把工业极致戴在手上的感觉。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难的。难的就是说，因为以前很多陀飞轮用手工制作嘛，就是你要手工那边球那边弄嘛。以现在的工业技术门槛上，也没有像以前这么样的困难跟不容易。而如果你可以在瑞士的这个整个供应链下的支持之下，做出一个新的陀飞轮，那是不是就吓死了？于是呢，在瑞士就有一个品牌出现了，然后这个品牌他就说我要来做陀飞轮，然后他做到就是连那个劳力士啊、Omega 啊，然后都说干真屌这样。所以你知道是什么样的人物吗？台湾人。我上个礼拜去台，然后他就看到我的时候，他就很开心。他是我们频道的长期观众，还是我们的会员，我的干爹。他就说：“你想不想看一只600多万的陀飞轮？”然后他就从里面拿出了一个，就是整个是这样子垂直旋转的陀飞轮，帅哦。然后我听完价钱来说，谢谢，我回去再继续努力一下。我那时候就也跟他讨论到一件事，我说为什么陀飞轮都这么贵？然后他偷偷跟我说：“你知不知道有一个牌子叫欧瑞西，台湾人在瑞士创的，而且他做陀飞轮做得蛮不错的。”
然后我就跟他说，怎么可能有台湾人做陀飞轮？我会不知道。然后结果我很认真查这个人，这个品牌确实存在，它叫 Horich， 然后是瑞士的品牌。那他是不是台湾人呢？其实应该是说他从小在欧洲长大，在瑞士创品牌，在瑞士设厂。在瑞士刚好自己能够做机芯，刚好在瑞士能够做出陀飞轮，而又刚好做到整个瑞士的供应链觉得她很屌，那是台湾的女生，而这个女生超屌的哦。你知道，如果你在电脑科技业里面，你听到 AMD 苏妈妈，你在台湾盖房子做建筑，你会讲到张丽丽，就龙宝哇，大家屌。你在瑞士的手表里面提到这个人黄池玉，屌。这个池玉姐啊，在瑞士做出自制机芯的狂人，然后她以前呢，其实是在德国念书的。德国念完书之后呢，他就回到瑞士，而那个时候他在瑞士的工作呢，就是跟一个德国人叫 Andres， 就是小名叫 Andy 的男生，现在是她老公，一起开一个在手表界 ODM 的工作。ODM 就是有点像是在帮人家做供应链设计啊、制造啊，然后不是自己的品牌。那你知道 ODM 其实做久了之后，它跟各个厂商都会有很多的这个情感连接，就很像我虽然在台湾，我自己没有一个什么工业的品牌。但是因为我帮非常多人就是做供应链的事情，所以我跟很多老板也是很有感情在的。因为我们一起走过了好多年，一起经历了好多事，一起做出了非常多的产品，一起被人家抄了非常多的东西，然后一起告别人，所以久而久之，我们就会有很多的感情。而这个池玉姐呢，她当时做一做呢，她就发现说，她一直在做 ODM， 那好像这间公司的整个这个金流啊，或者是整个系统啊，都绑在别的品牌上，因为就很像台湾做鞋子非常有名嘛。但是如果今天这个品牌它不会给你下单了，或者是这个品牌它突然要跟你谈价钱了，你的很多掌握权都在别人的手上，所以说他就觉得这不太对，这样子好像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，好像被人家掐着脖子一样。但是你应该也知道，很多人想要做品牌的时候，都改这些倒来，改这些倒柜来，改这些倒柜去，厂商就弄改揽他们这会，然后呢就说哦这个是我们自有品牌，但是你都一样没有解决这个手表最重要、最珍贵、最无法取代的东西，你知道什么？那就是什么？钱不是啊，机芯，不是 give 啦，机芯，那不是跟哦，是机芯。机芯其实是最难做的，因为很多的瑞士品牌，很多的全世界很多品牌的机芯，其实都是大家通来通去、用来用去的。所以为什么在我们前几集有讲手表的时候，会讲到Swatch集团？那为什么会有讲到就是很多品牌不一样的？它其实很多机芯都是需要互相共用。那你知道呢？瑞士它虽然堪称为这个制表的重镇，我们在上一集有提过嘛，就是很多人这个做机芯的啊，做擒纵的啊，然后做什么游丝的啊，那么一做就是好几百年，就一个小工厂在那边做。虽然整个供应链都在那边，但是整个机芯的主要的技术90%都掌握在Swatch集团的2个人手上，一个叫做 Nivals， 一个叫做 ETA 根本就不是人，它是一间公司。所以你看很多品牌为什么它旗下都会有一些，不管是 Nike 有没有，它为什么会有什么 Shocks 啊，或者什么 Air Max 啊，或者什么什么 OC 什么那个无为我为，它其实就像有点像是一个小集团，我把它并在里面这样子。有机会我们到瑞士详细介绍给大家看。今年还在筹钱啊，筹旅费，欢迎大家加入会员。你也知道多带一个人去瑞士，有好多会员。100个会员，我跟你讲，100个会员都不够，100个会员都不够带你一个人去瑞士。好了，我努力。不过这在我们规划里面啊，就是我觉得真的要到那个地方，你才知道什么叫做那个手表加工供应链跟重镇，规条路一过去哈，拢总拢是在做手表的。所以呢，一般其实你看到的瑞士表呢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。基本上大家都只有设计这个外观哦，设计它的故事，而主要的机芯呢，主要都是要跟他们采购的，也就是我买你的机芯啊，然后其他东西要我们自己车自己做啊，自己做面板啊，自己做染色啊，自己做设计这样子，它就很像是以前我们台湾的那个晶片的技术，就是掌握在那些人的手上啊，小厂都很难生存啊，最后就是大的吃小的啊，小的你要冲出来，你要么非常有钱，要么非常有心，要么就是实力，有实力，我觉得这年头已经不太够了。要有钱才有办法做。没有，其实我觉得这年头有实力跟有钱，其实也都有点不太够。你要有梦想，你要有热情。在座的不是都有？没有，不一定。我说在座的各位。哦，在座的各位啊，就是说我们大家，我们算是有了，我们算是有，我们是有了。我是说在做那些手表的人，或者是在什么的人，没有，那不一定有。那我们应该有，我们肯定有，不然就不会拍到现在。所以从现在你要拉回15、16年前，也就是差不多2009年的时候，然后那个时候这个夫妻俩啊就说，我们来自己做机芯，从零开始。
重新研发每一个零件、每一个东西，我们要来自己做。然后你知道，不只是对岸的人或者是其他人会笑人家嘛，瑞士人也会笑人家的。他说啊，你疯了是不是？不可能啊！卖卵了，卖卵了！我觉得这归霸你啊，你觉得卵他小。首先，如果你要做出屌事情，找对人很重要。所以他那个时候一开始要自己做机芯的时候，他就找了 Ertena 的制表工程师 Jonas Neger， 瑞士人都很难念的 Jonas Ledigen。My name is Jonas Neger。一起来当共同创办人。然后呢，又找了一个 ETA 的机械研发总监 Follow My name is Florian Serex。所以当时就有台湾、瑞士跟德国三方共同碰撞，一起来研发这个第一颗机芯。总共烧了多少钱？你猜1000万台币吧。开玩笑，你把做手表当成什么？当儿戏是不是？1000万台币怎么够？1000万台币你可能只能做表链，你可能都做不出来。2500万瑞郎，现在瑞郎乘以30多了，你现在就算现在台币嘛乱升值，也是不乘以30几，大概要9亿。我有9亿，我还做什么机芯呢？这个9亿呢，一路花到2015年，总算做出了一个第一个机芯 K1， 它的名称就叫做 Jonas K1。那 K1 的机芯长什么样子呢？基本上它已经停产了，但是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。K1 机芯，台湾、瑞士、德国精心制作，独自研发，时间不只是时间，它是拿来计算你薪水的单位。而这个机芯为什么能够做出来呢？我跟你讲，你把9亿，不要说9亿了，我就18亿好了。你要做出一个可以量产的机械表机芯，我看真的都很难。首先我给你18亿哦，你要应征你要找谁？刘备吗？你总要找个有这个经验的人嘛，然后你找得到谁？你找到谁的时候，你给他这些薪水，你觉得他会为你效力跟为你做事吗？我觉得很难。然后大家也不要想说你有18亿还找不到人，我跟你讲，真的找不到人。厉害的人很难找，他能够厉害到做那些高级专案的人，他都不是为了这个钱去工作的，他都是认不认同你而要不要跟你工作。因为基本上你做到这个等级的人，你不缺钱啊。我已经做到高级工程师了，我也没有很缺这个金额。而是我有没有这个心，想不想跟你一起做？我觉得这件事情比较难。所以他如何用不是去抄袭别人，然后做出一个机芯呢？那你就找一个曾经在做高级机械表工厂的老板来当顾问，那就保证你可以做出来咯。而这个 K1 机芯做出来量产之后，你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让这个黄女士能够在瑞士走路有风吗？那就是那个时候在2021年的时候，一个机芯的成功它除了就是消费者没有退货，然后消费者觉得很厉害之外，另外一个方式呢，就是大咖的认同。然后那个时候在2021年的时候，有一个大咖的人，他就是 Swatch 集团里面的现任董事主席尼克海约克 （Nick Hayek Jr.） 董事会主席直接认同他说，你们的这个机芯是做到可以跟劳力士跟 Omega 抗衡的机芯。你知道这个事情有多屌吗？你今天要做出一个机芯，其实已经很难了。我们在工业里面，另外一个更难的事情是，你如何把它量化。量产之后呢，第3阶段更困难的就是你量化之后如何保持稳定，跟如何保持它的高品质。工业困难3阶段，因为做出一个东西，可能小工厂什么东西你可以做，同一个东西你要复制出很多，你要生产线，生产线做完之后，你要让它做到高品质，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。那你知道做了机芯，同时得到一个大咖的认同之后，但是机械表跟陀飞轮还是天差地远嘛，还是一个世界的两端。就是它的技术层面跟它的功法层面还是差非常多。然后为了这件事情，就是我们很认真的去找到了黄女士，跟她做了电话的询问。她能够告诉我说她为什么会做陀飞轮，其实是非常好笑。是因为4月1号愚人节的时候，然后她在网络上跟大家说，我们来做陀飞轮这样子。然后因为大家很嗨，哇，你要做陀飞轮，然后就很开心嘛。然后他们想说，这么多人反应热烈，难道我真的可以做陀飞轮吗？他就找了一个高阶的机芯厂 Roger Parker 去找他合作，合作都谈了，然后我们一起来开发这个细技术的陀飞轮，就是用细来做陀飞轮，然后都讲得非常热烈，然后钱开始跟大家收了，然后订单就是已经开始砰开始跑了，到一半的时候这个人被换掉了。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？就很像是我们开发个东西有没有跟大家团购，然后我们那个观众朋友们大家就开始下单嘛，下单完之后那个厂商跑掉了，交不出货来怎么办？那时候池玉杰就跟我说，他当年就直接把他瑞士的房子直接抵押，然后贷款。自己做自己开发，台湾人狠起来就真的不一样。你知道他上个基金做了多久？开公司做到第一颗基金是从2009年做到2015年嘛，所以花了6年的时间嘛。那你知道他台湾人做陀飞轮多可怕？8个月，8个月才给你干出一个用细做的陀飞轮。那为什么要用细呢？其实细这个东西大家可能很少见。传统的陀飞轮跟传统的机芯，它其实
里面的复合金属啊，有什么铁、有镍、有钴、有铬，所以很常会受磁力影响。就是我相信有玩任何老表的人，大家都知道这个磁力对于我们这个机械表都很可怕。其实它为什么会得到很多大厂觉得它很屌的原因，是因为它在 K1 的时候，它就用矽这个材料去做机械表，然后它现在还要用矽去做陀飞轮。你知道这个矽是什么吗？就是台湾半导体的那个矽，台湾嘛，半导体大国嘛，啊，用矽去做半导体嘛，啊，台湾人这个在瑞士嘛，拿矽做手表，听起来好像也 make sense。那为什么换一个材料去做一样的手表会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呢？这个就是材料学很有趣的地方，就是矽这个东西它又轻，摩擦力小，同时呢又不容易变形。就不会像以前哦，我们在取那个很老的劳力士机芯的那个游丝出来的时候，你还记不记得 James 讲一句话？你知道这根如果坏了，这个机芯就毁了。所以你知道当时我如果把它那根弄坏了，他应该是让我把我埋在台北市。但矽就不一样了，因为它也不会生锈，而且又抗磁。它等于是用了这个新的想法，想要拿来做陀飞轮，然后订单爆满。那你如果有看我们前几集有在讲手表的时候，你还记不记得手表里面我们在拆那个机芯的时候，里面都有红宝石，因为红宝石就是坚硬嘛，抗震有很多功能嘛。手表为什么能走动呢？它其实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一直摩擦很多的小齿轮在里面，各个不同样的齿轮用完全物理性的方式互相摩擦。调出那个时间，让它分秒不差，这很浪漫的。所以机械表通常大家最诟病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保养，因为机械表只要用久了，它一定会磨损，然后磨损之后去保养就不便宜。你知道我那只沛纳海保养多少钱吗5000块？19000。19000 19000，但5年10年啦，就是你看能不能接受。就如果10年保养一次2万块，那你1年2000块，戴得开心好像也还好。1个月300多块啊，听起来好像也可以接受。没有分期付款就是这样来的，你就觉得啊，1个月再花这个应该没事吧？所以如果你是用矽这个材料去做的话，那你的周期就可以拉很长，因为它摩擦力很小。然后你大家去以后去买手表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看一下，它是用什么样的材料做手表，小知识。而我跟你讲，这一家的陀飞轮堪称这个品质跟这个价格非常之甜蜜啊！你知道很多陀飞轮是大家只放在保险箱里面，哦，你要看陀飞轮啊，来我讲，来看，让我看看，这是陀飞轮给你看这样子。小心哦，不要拽它，不要震它哦。然后他们自己，黄女士跟我说，他们的陀飞轮很屌，就是我其实手上戴的这个也是蓝色的，也是陀飞轮。他们的陀飞轮是可以这样子，他们的陀飞轮可以跑3铁。谁会带陀飞轮跑3铁？你看就是这样子，我觉得这个概念就来了。像我自己工作，我都会戴手表，然后我的手表上面就很多痕迹，各种很我自己觉得很帅的痕迹。然后你知道我去保养我的机械表的时候啊，你知道机械表保养的时候，他们都会注记说，哦什么。表带有2处刮伤，然后什么表面有几处伤痕，什么之类的，对不对？我每次拿我的机械表去保养的时候，他都不知道怎么写，表面、表带、表侧多处刮伤。他那个回去，你知道他们的那个保养师，他让我丢在地上多几道刮痕，我也不会发现的那种。但陀飞轮又不太一样，你看它是里面这个什么旋转的这个机构有没有？以前它的目的是为了让怀表的时间走得很精准的。都不是让你拿来打仗或作战用的，因为它是整个结构在里面一起旋转的，所以为什么很多陀飞轮不能这样揣，不能这样震？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一摔就很容易会坏掉。所以啦，如果今天你身为一个台湾的频道，你要讲陀飞轮，你怎么不能提到这个黄女士？在瑞士能够做到这个价格，自己研发，然后又在台湾可以拿去跑3铁，很屌哎！而且我告诉你一个厉害之极致哦，你看这么薄。机械表哦，里面还有陀飞轮哦，它是做到这么薄了。所以多少钱？哦，价格是我们都没讲价格。对啊，便宜多少？然后一般我上次去看那个陀飞轮是600多万嘛，然后我们上一次看到网络上查到一个陀飞轮好像是300多万嘛。好，那你知道它呢，大概是8999块瑞郎，不到1万块瑞郎。30万陀飞轮在机械表的世界里面已经算是非常平价了，但是可能对于一般人还是蛮高的金额，毕竟30万，那有些人可能是1年的薪水，但是你一样还是可以享受这个机械表的乐趣。所以在几年前啊，他们那个品牌做出 K1 的机芯嘛，但它到现在已经做 K3 的机芯了。到 K3 的时候，这个矽的使用已经又跟 K1 完全不一样了。矽的擒纵轮、矽的游丝、矽的擒纵叉，C2双重矽技术，所以它的表面这个闪电磁力的记号，这就是想要跟你说，完全不怕磁力，因为重要的零件都是矽。然后我们在做这一集的时候，为什么这个品牌的版面特别多呢？其实我非常蛮认同他讲的一个道理，就是很多到现在在做手表啊或高价位的商品啊，
然后大家都会讲求说哦手工细致，然后怎么样？但是它有一个很酷的概念，我觉得大家可以思考。他们重视的不是手工，而是工程，都是工程。因为他们想要走的是说，如果今天要把这个高价的陀飞轮平民化，最难的地方绝对不是手工这件事，就是你绝对不是收集了一大堆老师傅，然后再手工搓，而是怎么样用工业制成，或者是很多工业设计的方式、制成的方法，然后让这个东西能够平民化，让它这个生产的方式能够进步。所以这件事情，我自己真的觉得是蛮酷的一个概念。而且你知道他的制表是几岁吗？21岁，21岁哦，你都还没来我这间公司工作，他就当制表师了。对，所以希望有机会的话，我们到瑞士的那一趟，然后可以同时到这个表厂去走走。而你刚好在瑞士旅游，或者是你有计划到瑞士旅游的时候，然后我也非常推荐你们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品牌。但是在台湾，它也是有卖的，在台湾的101、台中跟台南也都会有这个瑞士、德国、台湾3方混血的一个陀飞轮手表品牌。好了，感谢大家收看这一周的超人少年工业极致系列。你认为还有什么样的工业产品，它能够堪称为叫工业极致呢？你可以下面留言告诉我们，或者是你对于任何品牌有任何的兴趣，或者是你如果想要支持我们频道，欢迎你加入会员。我们希望有一天能够去瑞士。那我们下周见了，拜拜。嗨，大家好，我就是他说的瑞士台湾人。如果大家有到瑞士来旅游的时候，欢迎到我们公司来参观。这个就是我们最新的作品 Microreg， 这是我们号称为钟表界第3次革命。希望下次超认真少年可以来我们公司拍片。拜拜。你知不知道陈奕迅他陀飞轮的那一首歌，他其实最后在讲的是什么意思？你知道吗？他写一首歌是陀飞轮，然后是粤语版的。但是它里面的副歌里面都没有任何一句陀飞轮哦。整首歌你认真去品味它的歌词里面，它要讲的最后一个忠告就是：珍贵的不是你手中的陀飞轮，而是你的时间。你的时间比任何东西都还要珍贵。所以陀飞轮30万一点都不贵。